Excuse me, sir. Shut up! 作为一名发了253条视频，却只有2.2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今天为大家带来韩国爆笑恐怖驱魔片《帅哥们》。影片中可怕的山羊硬核驱魔方法，搞笑无厘头的剧情展开，还不快艾特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观看。故事从超市里的一场偶遇开始，一个妹子忍不住伸手撸了2下狗头，抬头一看，狗主人正冲她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她当场吓得腿软，瘫坐在地上。男子好心伸手去扶，却被妹子的同伴当成了耍流氓。별로 안 꺼져? 야! 너 뭐야 이 씨발 뒤질래? 就在濮存秋抬起头的那一刻，几个富二代瞬间被震慑住了。这哥们儿长得怎么看都不像好人。这时，哥哥朴载弼从旁边走了出来，他可不能看着弟弟被人欺负。两兄弟往那儿一站，气场直接拉满。내 동생한테 시비고 뭐냐고? 富二代们哪敢惹事，灰溜溜的离开，却在半路上撞到一只黑山羊。换正常人早就开车跑了，他们倒好，非但不跑，还下车跟这只不幸遇难的黑山羊合影留念。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只羊根本不是普通的羊，它是山羊鬼的化身。两兄弟不出意外的捡到这具山羊尸体，正准备扛回家，却被巡逻的警长和同事撞了个正着。警长眼尖，一眼就看到编织袋上渗出来的血迹，当场让同事停车掏枪对准了两兄弟。야, 남수경. 예. 저 포대자루 확인해. 제가요? 빨리.还让同事过去看看袋子里是不是出了1等功。结果打开一看，警长脸都绿了，里面就是一具黑山羊的尸体。警长的直觉告诉他，这俩兄弟不简单。可查了半天，两人干干净净，啥前科都没有，只能放他们走。 당신들 여기 뭐하러 왔어? 아, 형님이랑 결혼생활 하려고야. 그 이쁘게 꾸미가 마당에 상추도 심고 고추도 심고 깻잎도 심고 하지 마라 뻥구야 간지럽다 兄弟俩在山里买了一栋老房子，中介说这里以前住过传教士，所以房子带点西洋风格。可眼前这画面分明就是破败风，跟中介给的照片完全是两码事。 사진이랑 실물이랑 많이 다르네요. 뽀샵이 너무 심한가요? 뽀샵은 무슨 사진이 잘 나왔네. 문도 시원하게 열렸는데 이제 들어가 볼까요? 中介硬着头皮带两人参观，原本期待的精致装修变成了四处漏风的毛坯房。可弟弟阿秋却一眼就相中了这里，迫不及待的就买了下来。于是两人只能自己动手重新装修。这房子破得超出想象，阿碧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柱子。 他起身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通往地下室的入口。阿秋兴奋的不行，两人一步步走下楼梯。地下室常年不见光，阴森的吓人。正中央摆着一把被铁链锁住的椅子，旁边的地上还刻着一个奇怪的五芒星法阵。两人一脸懵，还以为是前房主搞的装饰。阿碧的目光则被一把手枪吸引，打开一看，里面还有2颗子弹，而且是纯银打造的，看着就值不少钱。于是顺手就帮前房主保管起来。他们来到后山，把黑山羊的尸体埋了，然后准备去湖边钓鱼。谁也没注意到埋尸体的那片土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此时富二代们正在享受啤酒烧烤。阿伟想跟美娜拉近关系，就讲起当地流传的鬼故事。传说以前有个山羊鬼，被他附身的人会像山羊一样到处乱跑伤人。村里人抓住山羊鬼后，请来了神父驱魔。神父念了半天咒语，山羊鬼终于现出了原形。 나는 바토맵지. 인간들을 지옥으로 데려가려고 했고. Your plan has completely failed, Baphomet. Only torment will remain. 망할 양키새끼가 왜 이런 ton크사까지 와서 오지? 아! 神父把十字架往他额头上一贴，瞬间就冒起白烟。山羊鬼渐渐没了反抗能力。 누나, don't move, Johan! 可这山羊鬼居然连十字架都不怕，甚至开始不停地嘲讽神父。 뜨거워!
神父的脸色逐渐红温，最后掏出压箱底的真理，才成功把山羊鬼驱逐。Excuse me, sir. Shut up! 阿伟虽然不信这些，但他说自己爷爷就是被山羊鬼害死的。爷爷怕孙子也被缠上，花了1000万韩元求来一道护身符。虽然那护身符长得跟垃圾似的，关键时刻也不一定管用。美娜本来以为阿伟对自己有意思，结果不小心听到他和同伴的对话。原来在阿伟眼里，他就是个送上门的玩物而已。美娜又气又失望，转身想找个地方冷静。 이거 무슨 소리야? 可转头却看到2个钓鱼佬抱在一起，那画面10分里有9分不对劲，他吓得连连后退，脚下一滑，掉进了湖里，身影瞬间消失在水面上。兄弟俩正好目睹了这一切，二话不说就要跳水救人。阿碧动作更快，一头扎进湖里，很快把美娜救了上来。可美娜已经没了呼吸，阿碧赶紧做胸外按压，让阿秋给她做人工呼吸。阿秋的帅脸刚凑上去，美娜就突然醒了过来。 还以为兄弟俩要对他图谋不轨，果断出手反击。美娜就这样再次晕了过去。无奈下，兄弟俩只能先把美娜带回家，而美娜的同伴们恰好路过，目睹了这一幕，以为美娜被2个歹徒绑架了。与此同时，地下室的封印开始松动，山羊鬼似乎在寻找重返人间的机会。不久前被埋葬的黑山羊尸体仿佛感受到了召唤，重新苏醒了过来。 一道闪电劈下来，正好摧毁了手机信号基站。阿伟得知美娜被抓后，心里又急又怒，倒不是担心美娜，而是他的手机还在美娜身上，里面存着他100批的学习资料。这要是泄露出去，他就彻底身败名裂了。于是他决定冒着大雨去救出美娜，顺便夺回那部至关重要的手机。因为没信号，他们决定分头行动。阿东去报警，其他人在警察来之前先把手机抢回来。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阿东开车去警局的路上，正好撞上了那只复活的黑山羊。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副驾传来羊叫声，扭头一看，黑山羊正死死盯着他，并且二话不说就张口咬了过来。阿东机智的用杯子堵住了羊嘴，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山羊居然还会礼尚往来，一口把杯子还了回来，不仅把他撞得不轻，还发出嘲讽般的叫声。 阿东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跳下车，关上车门，把山羊困在里面。另一边，美娜从昏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得像只待宰的羔羊。她费了9牛2虎之力挣脱束缚，等她偷偷往窗外一看，只见阿碧正对着汽车发脾气。他心想必须赶紧逃走，于是轻手轻脚地摸到客厅，却看到阿秋正在摆弄瓦斯罐。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是遇到食人魔了？他赶紧捡起一根撬棍防身，可刚准备跑，就被阿秋发现。 일어나셨어요? 当打开门，阿碧正好也站在门口。 어디 가노? 집에 가려고? 美娜鼓起勇气，举起撬棍就要拼命，结果撬棍卡在了门框上，啥也没打着。美娜绝望的死死抱着柱子，哭着向2人求饶。可兄弟俩站在原地一动没动。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坏人。阿秋摆弄瓦斯罐，只是为了做烤鱼而已，误会澄清。美娜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赶紧为自己的过激行为道了歉。此时，阿伟一行人也悄悄摸到了附近，他派眼镜哥先去探路。眼镜哥凑过去一看，正好看到阿秋在强迫美娜干活。实际上，2人正在抢着刷碗。眼镜哥当场就开始疯狂脑补美娜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猜测，而阿碧在锯木头的时候不小心捅到了树洞里的马蜂窝，瞬间被马蜂围攻，疼得他拿着锯子四处乱跑。眼镜哥看到这一幕，以为阿碧要拿锯子砍他，吓得掉头就跑。其他人一看，也跟着加入了逃命大军。阿碧和宝拉一前一后的跑着，可在宝拉眼里，被马蜂蛰得面目全非的阿碧就是追命的死神。
他慌不择路，一头撞在了树干上。爬起来后还抱怨同伴跑得太快，无处发泄的他朝着树干狠狠踢了一脚。他不知道这一脚直接把自己踢进了鬼门关。头顶的树枝被震落，不偏不倚穿透了他的身体，而他流出的鲜血正好解开山羊鬼的第一道封印。阿碧跌跌撞撞回到家，浑身被马蜂蛰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而阿伟一行人发现了宝拉的尸体，却误以为这是杀人魔阿碧展示的作品，其他人都被吓破了胆，嚷嚷着要离开。可阿伟死活都不肯走，他的手机还在美娜身上，里面存着100P的学习资料，这要是丢了，比死还难受。美娜心里愧疚，决定留下来帮忙。阿秋自然是喜出望外，两人越走越近，跟情侣似的。单身了几十年的阿碧心里自然就不平衡了，被马蜂蛰的是他，怎么美娜天天围着阿秋转，他只能把一肚子火气全发泄在木工活上。这一幕被前来侦查的眼镜哥看到，他吓得屁滚尿流，回去跟阿伟汇报。 전개톱 살인마 새끼 지금도 개흥분 상태야. 살인 아드레날린이 마구 솟구치나 봐. 阿伟感觉不远处的阿秋也非常不对劲。 지금 미나 관을 미나가 만들게 하고 있어. 미나 지금 울면서 자기가 만들고 있는 거야? 等美娜躺进棺材里让阿秋拍照时，阿伟几人的脑补给得更加离谱。 과정을 전부 사진으로 기록하고 있어. 이 화단이들 관 같아요. 이 새끼들 정신병원에서 탈출한 사이코들인 게 분명해. 于是阿伟制定了分头行动的计划。阿哲选择正面硬刚阿碧，他悄悄地摸了过去，将一把匕首甩了出去。 结果匕首扎在了自己脚上，阿哲不甘心，忍着剧痛发起最后的冲锋。偏偏这时阿碧弯腰去捡木头，阿哲收不住脚，直接跌进了碎木机里。